不用跪，再来，起来打呀！快起来！放手啊！放起来啊！是不是有点输了？还要不要打啊？哎，那你起来啊！哎呀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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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小心啊！快给交过来！痒不痒啊？你怎么没事啊？你猜呢？不要不要！你这臭贼，又来偷我的希望！别走！石月，等一下，我来找他。我上啊！我行，哎呀，快，我打，我打我！好，看我的！我还有抓住了！快点，大伙快过来！快！好，石月，别放手，别放手！哎呀！快！哎呦啊！大伙，哎呦！想走？笑着吧！你小心！石月！石玉，哎呀，石玉啊，你可不能死啊！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斗嘴的朋友，你要死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这张嘴日后除了吃饭还能干什么啊？哎呦，你这个东西，既然没什么事儿，为什么不出声啊？出生弩箭就要落地，弩箭落地，如何向你展示本少爷临危不惧另创的独门武功啊？就叫做铁齿铜牙斩钉截铁，打死你我打！你看，好斗，好斗，应该说是好剑。
这不是刀吗？怎么会是剑呢？哎，当然是剑呐，而且是千古名剑鱼肠剑。鱼肠剑？嗯，鱼肠剑？哎呦，哇，不是在宫中吗？哎呦，这都是老黄历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鱼肠剑呐，是3阿哥红石手里的。哎，听说前不久啊，那一个叫卓灵的贼给骗走了。卓灵？卓灵是何方神圣？哎呦，你连卓灵都不知道啊？哎呦，你呀，你在寺中真是太闭塞了，所以你才逃出来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卓灵啊，是近1年来江湖上名声最大的一个骗子。你想想，连3阿哥的宝物都能骗到手，会是等闲之辈吗？3人保护贡品。走！快动！别走啊！这是何方神圣？怎么会找到这儿？对呀，怎么突然间有这么多人来偷袭我们？你们看我干嘛？我最近老实得很，可什么人都没得罪啊。这就奇怪了，他们这样子不像是找错人了，而且这帮人武艺高强，不像是山匪，绝对不是平庸之辈。会有事的。奴才总觉得这樵夫的装扮忙不了多少时，日子一久会露出破绽的。那时候奴才恐怕我真不敢想象啊！我想起来了，不是有方世玉等人吗？上次曾经救过少爷的。如果有他们相助的话，我想少爷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再说了，他们曾经多次救少爷化险为夷，人又讲义气。如果可以在路上碰见他们，一定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快来吃饭啦！快来吃饭！啊，好。你们练了大半天了，一定饿了吧？哎呀，这说起来啊，肚子里咕噜咕噜的，也许是闻到了饭菜香喽。姚公公，你的鼻子真灵，赶快吃吧。哎，好。小莹啊，你这是今儿仙女下凡，我早就问前一天的后背上你就来了。我们烤地瓜被人搅了，正郁闷呢，你们就来了。诗玉啊，你刚才不是说小莹是仙女吗？那你猜她在仙女中排行第几啊？当然是第7啦。不是7仙女，又怎么会思凡下凡尘呢？哎呦，想起刚才的事儿啊，真惊险呐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刚才有人偷袭我们。对呀，有苗老前辈在，把他们打退了。那你们有没有受伤啊？有我在，谁能动世玉他们一根汗毛啊？哈哈。是什么人要害方公子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苗老前辈，我问你啊，你知不知道哪里有一个既清静又安全的地方呢？你看世玉老要练功，老被打扰怎么行啊？安全的地方嘛，有啊。哪儿呢？以你有勇有谋、智者的头脑，一定能够猜得出来呀。我娘说了，为人要谦卑，还请苗老前辈指点。好，那我就给你指点一下啊。
这个地方呢，不但清静安全，而且环境优雅，还有保镖，一日提供3餐，戒备森严，就连一只蚊子也飞不进来啊！真有这么好地方？那当然是啊！我赵大红活了20年呐，真不知道还有这种地方。那会是什么地方啊，苗老爷？是监狱。金花，没事吧？金花，没事吧？小心！一看就知道是和尚了。会武功的和尚只有少林寺有啊。哟，少爷，你没事吧？这位公子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金花，你没事吧？诗玉，诗玉，你没事吧？哦，这一杯是我敬大家的，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。我也敬大家一杯。如果不是你们相救，我想金花姐，不愉快的就不要再说了。现在大家都没事就好了。对呀，现在有的吃有的喝，应该高兴才是啊！来我吃了好几个月的素，该大吃大喝了。哪吃的这么快？当心被噎死！你好毒啊！你这个咒啊你！这位大哥，刚才承蒙你出手相救，我还不知道大哥尊姓高明啊。有了，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花公子避过刺客。哎呀，你又出什么鬼主意啊？别废话连篇的。你这个矮冬瓜，你先听别人说吧，也许人家有好主意呢。嘿，还是你支持我。各位听好啊！哎呀，你快点说呀，别婆婆妈妈的。就是要花大少拜在少林寺的门下。哎呀，少林寺是个100%安全的地方吗？第一是玄武圣地，有500僧兵守护；第二，老花学的高深武功，又可强身健体，又可以防身自卫，这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嘛！一举3得，你们说这是不是好方法吧？好啊，好啊，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主意啊！怎么了？我觉得适宜的主意是不错嘛。我并没有反对啊，这的确是个好主意啊。花公子意下如何？好，我们少林寺武林泰山北斗之名久矣。不过我倒是担心少林僧人不会收我为徒啊。哎呀，放心，
有我们极力推荐，还有我外公的介绍，你一定可以顺利拜师学艺，还可以和我们做同门师兄弟呢。太好了，咱们又可以多处些日子了。来，干一杯！来，干一杯！上面，这杯酒预祝我进入少林寺学艺成功。干杯！干！佛祖要经过无数劫难，能够大彻大悟。看来这个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成功啊！你呀，你把这个香积图当做你修炼武功、考验耐力的地方吧。玄镜师傅私人斗，少林功夫不出不在，绝命神拳，无敌剑肘。方世玉大专，外公，倒！学海无涯，唯勤是岸。只要有恒心，不管是担柴洗菜，
烧火做饭一样可以练功，不一定非要回罗汉堂修。哎呦啊！哎呀！上边，上边，下边，左边，右边，打，下边，打！哎呀！小心的笨蛋！哎呀，行了，我来。让我不行了。哦，少林气功。什么少林气功？我15岁进少林寺，一直在香积厨干活，一干就45年，这吹火也吹了30年。好像方丈说过，运气于丹田蓄势而发，可能跟这个讲的话，还是和方丈说的真有点关系。方丈还说什么了？好像还说天下间万物于无形，用心领。史玉呀，切记，攻打木人像不但以武功取胜，更要以智取胜啊！多谢方丈指点。
害的就是倭寇。多谢大家救命之恩，多谢大家救命之恩，多谢。救！老爷，你看你受了这么多，真让人心疼啊。也不知道世玉什么时候能赶上咱们呀？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就算世玉赶不来，凭他的聪明机智，他混得也差不了哪儿去。我看你憔悴了这么许多，我才心痛啊。我知道你心里也是很担心世玉的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我是担心他在路上又惹出什么祸来，按日子推算，他也该到了。我们才明白，咱们是情深难断，真的。我的老命可以不要，但是我一想到我走了，留下了你一个人，我的心里不好受啊。老爷，这辈子咱们再也不要分开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咱们也要在一起。夫人，我这一生得到你这样的夫人，我方得死而无憾呢。老爷，你不可以丢下我。夫人，你就放心好了，咱们俩会白头偕老的。不但要给世玉娶妻，还要看着咱们的乖孙儿出世呢。你说好不好啊？爹，娘，世玉啊！还有我呢！你们还年轻还世愿？哎呦，臭小子，怎么这么久才来啊？是不是又闯？世玉啊，爹，你已经安全的离开了泉州，过去的事就别再想了。是啊，我以为你老爸这次去见野王了，可是没想到我还能活生生的站在这里呀。爹，你还记得刚才我跟你说打倭寇的事吗？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猖狂吗？他们是红石要来助权对付南少林的啊，只不过眼下红石回京去了，他们闲着无事才四处生是非。世玉啊，我们已经远离了红尘，我看这红尘之事我们就不要再管了。可是倭寇如此霸道，若是无人出面阻止，沿海百姓又要生灵涂炭了。世玉啊，肉食者谋之啊！你想想，咱们普通的一个老百姓，尚且在刀俎之上，咱们哪里管得了那么多的事？爹，好了，不说那么多了，大难已过，老爹一定长命百岁。经此一劫啊，我才得以知道，我有个至死不渝的好妻子，还有你这个孝顺的儿子啊。世玉呀，你在少林寺磨练了这么久，果然是成熟了，老爹啊，心满意足了。爹，你儿子在少林寺里可是锋芒毕露，深得同门爱戴崇拜啊。
干嘛打人啊？不要说你几句好话，你就飘到九重天上去了。老爹圣明，老爹圣明。石玉啊，你这样的脾气啊，真得好好的改一改，要不然还会出事的。爹，孩儿不是好勇斗狠，是为了正义。以前爹让孩儿苦练武功，不就是为了能替百姓出头，为国家出力吗？不瞒你说呀，经此一劫，老爸对什么国家呀、正义呀，早都已经看淡了。盛世，这么说我们刚刚相聚，现在又要分离了。爹，孩儿也想在父母膝下共享天伦，但不愿意付出坐看其他家庭妻离子散的代价。相信爹娘也是如此吧？啊，你娘那里你就不要去了。现在身体欠佳，日后我会对他慢慢说。孩儿为了这个就交给你照顾。石玉啊，我跟你娘都已过不惑之年，你外公更是年近70，都经受不住打击了。石玉，就算老爹我求你了，你多多看重他啊！爹的嘱咐，孩儿记住了。还差一种断肠草，就可以配齐药方了。大婶啊，请问这附近有没有断肠草这种草药呢？断肠草我可不知道，可是断肠潭呐，就在这里啊。这里为什么叫断肠潭呢？这里从前呢叫蒙氏潭，有很多的青年爱侣啊都在这里海誓山盟。30年前呢，曾经有一个女子在这里定情之后，却又和别人发生了感情。后来她的2个男人相约到了这儿，为了争取这个女子的爱而发生了争执，结果双双的跳下这个潭里，在这潭里打了起来。当这个女子赶到这儿想阻止他们的时候，那2个男人都再也没有浮到水面上来。她感到万分的懊悔，于是她每天都坐在这里，希望等到这2个男人的再次出现。她这一坐呀，就坐了30年。从那以后，这个潭就再也没有情侣来定情了。慢慢的，人们就把这里叫做断肠潭。救！救！你走了都不告诉我一声。家中有事，我身为人子怎么能不管呢？我这不回来找你了吗？你讨厌！你们这些臭男人啊，脑子里缺根筋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你方世玉也不例外啊！我才不要你来找我呢！打够了吗？够了。还要我吗？那，你跟我一起去找大红他们去。走吧。
世玉回来了，为什么呢？他说他在路上曾与倭寇遭遇，知道倭寇要对本寺不利。不能让他留下来。可是，以世玉的性格，只怕他不会从命。自明朝以来，本寺就一直协助官军抗击倭寇，因此与倭寇结下了不解之怨。眼下倭寇又虎视眈眈，尚未对本寺动手，是因为红石回京去了。既然皇上把红石、弘历同时召回京去，想必会有重大安排。他们兄弟谁胜谁负，还很难预料啊。红石一向视本寺为眼中钉，他若得势，更不会放过本寺。本寺面临着双重的危机，只怕命运难料啊。世玉与武术、佛学都很有慧根，是本寺衣钵得以流传的最佳人选，千万不要让他陷入这场危机之中啊！世玉，还不快去练功！此次倭寇大举来犯，一定有重大阴谋，保卫少林的重任就落在我们武僧的肩上。你们要勤于练功，知道吗？是。方世玉，你跟我来。方丈，此次倭寇进犯，南少林形势迫在眉睫。世玉重返南少林，就是为了与众师兄并肩作战，以卫少林。您为何要在此时定要让世玉下山呢？阿弥陀佛，世玉呀，你既为我寺的俗家弟子，姑且又是在我寺修身习武，所以不便卷入此次争端呐。老衲早就答应过你的外公、你的爹娘，要好好的照顾于你。你还是早早的下山，与家人团聚去吧。方丈，按我寺寺规，凡本寺弟子，若能闯过乌木人巷者，一切过失可免，出入本寺悉听尊便。世玉冒死闯过木人巷，两臂之青龙白虎为证。苏家弟子也是少林弟子，倘若方丈定要以此为由，世玉愿即刻削发为僧，请师父定夺。阿弥陀佛。世玉呀，老衲还有一些事情要想一想啊，你还是先回去休息去吧。方丈，师父，南少林弟子方世玉，不求与日月同辉、山河同在，只求与众位师兄弟并肩作战，以卫我寺。无论生死，皆愿与南少林共存同亡。我之决心，天地为证，佛祖可见。就让他留下吧。是。
赐见闽浙总督手下破获贡品失告一案有功之臣。臣谢主隆恩。主子，京中有急信。你们都下马！来贵啊，你牵着马跟着本王，换马不换人，星夜兼程赶回京城。奴才遵命。主子，京城出什么事儿了？皇阿玛遇刺，身受重伤，眼下急需未卜。啊，主子，那玄镜如何处置？你告诉随从们，让他们四处搜集马匹，然后随后追赶我们。玄镜由他们负责看管，千万记住，一定不能出任何的纰漏。奴才明白了。驾！禀三阿哥，禀三阿哥，京中出了大事。什么大事？有刺客刺伤了皇上，皇上伤情严重，军机主催三阿哥即刻回京。来人，弃车骑马，火速赶往京中。启禀皇上，怡亲王来了。什么？这。圣上有旨，宣怡亲王觐见。臣参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臣领命审理刺客徐彪。他说，除非皇上下旨赦免一人，否则他宁愿一死，也不说一字。难道他不知道任何人在朕面前从来就没有讲条件的余地？臣也曾这样对他说，让他放弃侥幸念头，但是他就是侯兄，你这一路上辛苦了，你也不慢呢。来，兵驾齐驱吧。哦，紫禁城中不得骑马，小弟不敢破坏规矩。皇阿玛伤重，大刑不拘细谨，这个道理，难道你会不明白？道理我自然是明白，只是小弟没有王兄的魄力，小弟要在此下马安步当车了。那好吧，为兄就先行一步了。皇上，三阿哥从福建回来了。他在哪儿啊？让他进来。这。圣上有旨，宣三阿哥觐见。皇阿玛伤得怎么样？伤口极深，而且箭上有毒。那刺客呢？可曾拿下了？已经拿下。刺客是何等样人呢？啊，就是闽浙总督派来押解贡品的副将徐彪啊，是他。皇阿玛，皇阿玛，皇阿玛，皇阿玛！皇上伤重，一时难以恢复，但国不可一日无君。皇上要在你们二人中选出一个人代替暂行军令。二位，阿哥请起吧。二位阿哥请起吧。皇上的伤情，太医们均已看过，人人束手无策。若按此伤势发展，只怕无力回天呢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你竟敢当面诅咒皇阿玛！哎呀，四阿哥，你关心皇上心切，那是你的一片心意。但皇上清醒的时候，他也说过，
皇上说，人固有一死，所以才如此急切地召2位阿哥回京啊。可是我赶着回来，是要给皇阿玛祝寿的呀。4阿哥，请你稍停悲声。皇上或许时日不多，他眼下急着想知道是你们各自的治国方略。你们谁先说啊？我比4弟大几岁，就让我先抛砖引玉吧。皇阿玛，一个愿望，那就是陪在皇阿玛身边，直到皇阿玛龙体康复。皇阿玛，皇阿玛，皇阿玛，皇上伤情又发作了，2位阿哥请先休息，以免影响太医施救啊！来。好一个孝顺的儿子呀！别忘了，方才的话可都是你自己说的。从今日起，你就去陪伴皇阿玛吧，可别口是心非呀！哼，王兄别忘了，皇阿玛虽然受伤，但还有3寸气在。哼，奴才来跪儿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吃惊了吧？你真以为天下有杀得了朕的刀剑吗？皇上无恙就好。无恙？朕只想问问你，是想死还是想活？皇上要奴才死，奴才就死；皇上要奴才活，奴才就活。难怪啊，弘历他如此器重你，你倒是挺会说话的啊！奴才说的都是心里话，事关性命，奴才不敢说谎。好。朕的上书房丢了一本书，朕查丢书的那些日子，你正在上书房当值，你说吧。皇上明察，奴才真是冤枉啊！奴才目不识丁，对寻常书籍也不会起疑盗窃，怎么敢偷皇上的书籍？朕知道你目不识丁，要死书也没用，那是本海图，是前朝3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时候留下的记载。是弘历指使你偷的吧？倒还挺讲义气的啊，不肯出卖主子。可你脸上的表情已经告诉朕了，朕就不为难你了。不过朕传你问话之事，你若说出去，朕就让你那句话成为你此生留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句话了。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。出去吧。这，你们也都出去。这。哎呀，太医啊，你给朕嘴里放的鲜血是什么东西啊？还挺甜的。禀皇上，是蜂蜜掺和着红花粉而成的。哦，怪了，朕齁的嗓子直痒痒，你也下去吧。皇上，请恕臣方才言语失敬之罪。是朕让你这么说的，你何罪之有啊？这2个后生的表现你都看见了，这旁观者清啊，你说哪一个可取啊？正当3阿哥焦急万分之时，张总督突然想到一个办法。他告诉3阿哥，近日有一批价值连城的贡品要运去京城，而他刚好是运送这批贡品的指挥官。3阿哥闻言决定用这批贡品来充数。徐彪，你派人在半路埋伏，将这批贡品给我截下来，账还是要算到天鹰帮的头上。这。转眼张总督就带着一队人马护送价值连城的贡品前往京城，而队伍行驶途中就撞见前方杀出一帮蒙面人要抢贡品。张总督见演员已就未便稍加配合，让黑衣人轻松抢走了贡品。然而这群黑衣人前脚刚走，后脚又冲出来了另一批黑衣人。张提督这才意识到，刚才那一批黑衣人是真正的天鹰帮。焦急万分的张提督赶忙带人一路狂追，是必要抢回贡品。没想到沿途竟碰到了方德带领的方氏步行车队。天鹰帮为了脱身，竟将贡品藏进押运布匹的马车。等张将军追上来时，贡品早已不翼而飞。贡品不见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莫非是方才的步行车队？马上去查个清楚，一定要将贡品给找回来。这。事后张总督经调查得知，之前路过的步行车队是方家的，于是便派人暗中潜入方家库房查探贡品是否在方家。
结果不出意外被他们找到一小部分的贡品。可就在他们准备回去，乱蹦乱跳。苗显见外孙又要溜走，当即提醒他过几天是他父亲的大寿。闻言此言的方世玉决定要给父亲准备一份神秘的贺礼。转眼方世玉的老爹方德50岁大寿，如期在方家大宅举办。方德见马上要开席了却，迟迟不见儿子出现，顿时很不开心。而就在这时，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引得众人出门一看，只见门口突然停放着一口大棺材。正当一众亲朋好友疑惑之际，棺材板却突然炸开，只见方世玉捧着一个大寿桃从棺材里冒了出来。原来这就是他宝贝儿子方世玉准备的神秘贺礼。然而这奇葩的助手方式不仅没让父亲当场祭祀，反而还欣慰地笑了起来。谁曾想这特别的助手方式竟是当地的一种习俗，在寿宴送棺材代表长命百寿，寿上加寿，也寓意着有关有财升官发财。去交差时却碰到了雌雄双岛，一番交手后自知不敌的黑衣人只好舍弃贡品开溜。而这对雌雄双岛正是第一神偷赵大红和第一牵手卓灵。卓灵生怕放走黑衣人会给方家带来灾难，便果断追上去将其处决。赵大红将卓灵身手不凡，便询问他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卓灵见身份掩盖不住了，便告诉赵大红自己是卓灵。而此时的他认定方家有一个大宝藏，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惦记方家库房。于是卓灵决定和赵大红联手找到宝藏。另一边，方世玉因疑是镣铐被悬禁拒之门外，不肯让他重返南少林。方德本想以第一施主的身份恳求方丈让他儿子重返少林，怎料方丈被玄镜这个老六忽悠了几句，竟将方世玉驱逐出少林。我现在决定驱逐方世玉出寺，拒绝他进入我南少林山门。拒绝入山门，打造一条镣铐给方世玉。而他此举彻彻底底将一条价值连城的黄金镣铐变成一堆废铁。毫不知情的方世玉还让赵大红发誓不能将此事弄丢宣扬出去，因为若让玄镜知道镣铐离开过他身体，就没有机会重返少林了。随后方世玉带着廉价的镣铐继续苦行100里，哪知刚走到半路就被突然出现的玄智逮住。他为了避免孽徒再次逃脱，直接用锁头锁住。可就在他们打算出城时，却被官兵直接抓进了县衙。因为没有衙门公文，就不能私自动用镣铐拘人的。县太爷说他们这是非法拘禁，当即让衙役将镣铐取下充公。纵使方世玉心不甘情不愿，但也只能乖乖将镣铐留在县衙。而不知镣铐秘密的玄智本想拖着方世玉继续等你的，不是等你的吗？我跟外来的就被你打破了。苗显推开方世玉躲过飞镖的同时，扔出酒坛加以反击。面具男飞身占领高地，继续用飞镖攻击方世玉爷孙女。好在苗显及时捡起地上的竹子，抵御对方袭来的飞镖。眼见对方奈何不了他们的方世玉，当即调皮嘲讽对方。怎料下一秒，一顶坚不可摧的铁伞径直向他飞袭而来。若不是树木帮他挡了一劫，早就被铁伞切成了2半。意识到危险的方世玉赶忙提醒外公要多加小心。而他话刚说完，就见面具男拔剑飞身向苗显攻了。交手之际，面具男还不忘朝着方世玉方向扔出飞镖，吓得方世玉赶忙举起无坚不摧的铁伞抵御攻击。眼见远程攻击无法伤及方世玉的面具男当即飞身向他袭来，他强有力的一击直接震得方世玉的虎口发麻。危急时刻暗中保护的玄智突然持棍杀了出来，他与苗显联手向面具男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纵使面具男武功再高，也抵挡不住2人合力。眼见不是敌手的面具男便赶忙纵身逃之夭夭。玄智见刺客已走，便吩咐徒弟小心也匆匆离去。哎，世玉啊，看来啊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早点回家吧。就不要去闯。哎，你难道真的舍得下我们啊？舍不下，但我还要闯。我相信我会成功。我也相信。方世玉登时走进九死一生的木人像，他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。在他向前走时，身边的木头人开始挪动。当他走过前几个木头人，朝着青铜鼎而去，怎料身后木头人再向他慢慢靠近。当木头人竖立在他背后，他还一脸的得意，竟毫无察觉，一度以为闯木人像不过如此。忽见一只木手向他肩膀一拍，又一拳朝他面门招呼过去，直接被 KO 在地。眼见双掌拍下，急忙转身躲避。接着木头人连番向他攻击，凭借着双拳双掌与一众木头人对抗数招，怎料凭着蛮力不过是给木头人挠痒痒。面对繁杂的攻击，方世玉一不小心被木头人击中胸口，击飞数丈之远，顿时火。还是先生，还是我外孙想得周到啊！可这种特别的助手方式，有几个人能够接受？就在众人开心的吃着宴席时，三阿哥派出的杀手突然出现在屋顶。只见杀手掏出一根铁管，
当即就对准大堂内的方世玉。怎料正要发射暗器时，却被下人无意间挡住的视线。原来下人是来禀告门口来了一位自称花少爷的人来造访。方世玉闻言，当即带着赵大红一行人出门迎接贵客。而前来造访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当今四阿哥弘历本人。可方世玉只知道他叫花无忌，并不知他的真实身份，只因此前一段匪夷所思的经历，让他们成为了好友。哎，你怎么会突然来这儿啊？啊，这也是机缘巧合，我刚好来广东办事，看见这里张灯结彩的，一打听啊，是方老爷的寿诞，没想到是你们家呀！二人闲聊一会后，方世玉便邀请四阿哥进屋小酌几杯。杀手见来者是四阿哥弘历，顿时有点不敢动手。可他为了完成任务，最终选择继续刺杀方世玉。结果还没等他再次射出飞镖，就被四阿哥的贴身侍卫发现并制止。众人闻声赶忙出门一探究竟。而四阿哥一眼就看出，眼前之人是三阿哥派来刺杀方世玉的杀手。这位方公子是本人的朋友，不管你们日前有什么过节，能否看在本人的面子上一笔抹去？杀手见四阿哥都开金口了，也只能无奈的就此离去。三阿哥见弘历屡次护着方世玉，更加坚信南少林内有隐情。急功近利的他不仅想要独揽所有功劳，还想趁机除掉老四。于是他以查阅南少林账目为由，将戒律首座玄镜抓来盘问。在三阿哥的威逼利诱之下，玄镜很快就沦为他身边的走狗，而他正是负责与天鹰帮联络之人。随后玄镜将用500两金条打造成镣铐一事告知了三阿哥。南少林可真是个巨蟒呢。与此同时，四阿哥弘历忽悠方德带着一家老小前往泉州做生意。原来他察觉到方德可能与天鹰帮有染，于是才让方德一家子到泉州做生意，以便自己调查天鹰帮。怎料就在一家子准备前往泉州时，方世玉却发现镣铐不见了。正当方世玉急得暴跳如雷时，梁宪才想起镣铐被他扔进井里。原来那日他帮方世玉解开镣铐后，就顺手将他扔进了井里。卓灵见朝思暮想的镣铐重现天日，当即主动请缨去捞镣铐。可当他将镣铐捞起来时，却发现这副镣铐的重量明显不对。假的，白费心机了。盘连番激起数道火光，方世玉急忙起身，连续后退几步，一股坐气翻滚向木头人攻击而去。但他弱小的攻击对木头人没有丝毫影响。在见招拆招数招之后，紧着一个连环穿心脚击倒4个木头人，随即木头人很快便站起身。他不由大吃一惊，竟然如钢铁般坚硬，打不动。看着如铜墙铁壁的木头人朝来，双眼冒金光，卯足劲不信邪，继续向木头人猛攻而去。不料面对4个木头人的泰山压顶，4脚齐齐踹倒他的腹部，不由暗暗吃痛。于是他想强硬向上冲破4人合围，岂料冲到半空就被木头人给拉了回去，并一拳把他轰出门外。你以为就这样完了吗？方丈早已在外面等候多时。世玉啊，你虽从小习武，但所学的武功太繁杂了。要想把武学悟到一个高的境界，那所学的武功就一定要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。方丈的一番话让他不禁回想起数月前在南少林学习武功的点点滴滴。赶路回老家，怎料刚出县衙大门，又被师爷拦住了去路，说县衙刚刚接到总督张大人的紧急公文，要求方世玉等人立马回南少林接受调查。原来几天前，三阿哥拿着僧鞋大闹南少林，他谎称僧鞋是刺杀他的刺客遗留下来的，于是让南少林所有的僧人挨个去试僧鞋。没想到试了半天，却没有一人能对得上的。正当三阿哥准备就此作罢时，却发现漏了3人，于是让人将方世玉等人带回南少林试鞋。方世玉则借此机会向县衙要回那副镣铐。师爷为了耽误三阿哥的事，便将镣铐归还。另一边，卓灵为了夺取黄金镣铐，便以金花为名接近赵大红。贪恋美色的赵大红被他几句花言巧语就彻底沦陷。随后两人就结伴同行，一路尾随方世玉前往南少林。在路上，他们故意将南少林所发生的事间接告诉了方世玉，而得知一切的方世玉顿感不妙，因为那只僧鞋就是师兄宝光的。几天前，他为了救人用宝光的僧鞋击退了刺客，为了化解危机的他当即将宝光拉到一旁树下，然后趁没人注意，硬生生将宝光的右脚踩成了猪蹄。就这样，宝光因右脚肿成了猪蹄，无法穿进那只僧鞋。方世玉也凭着自己的小聪明，成功帮少林度过危机。事后方丈得知此事来龙去脉，才知三阿哥的真实目的。为了不让方世玉卷入皇室斗争，便让他带着镣铐继续苦行，实则是让他回老家佛山避难，防止三阿哥找他算账。随后方世玉在外公苗显的陪同下启程回佛山老家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三阿哥洪石已经对他生出了杀意。记住，站利索点。是。很快，三阿哥派出的杀手就堵在他们回家必经之路。
不知危险将至的爷孙二人还在嘻嘻哈哈抢着酒喝，直到看一位头戴面具的人挡住他们去路才知危险。师弟，面对师傅的禅定，竟无法挪动一分；与外公描显切磋，面对外公偷袭的对招中，以及外公的言语教诲，甚至与汪少擂台比武大战，在练功房的头铁锤砖、厨房干火头时师傅的循循教诲，与练功房的大师挑战，硬闯18罗汉阵，与洪熙官的闹矛盾对战，与火头师傅展现的少林气功，种种的回忆不断浮现脑海，让方世玉大彻大悟。经过方丈的点拨，方世玉很快就把所学的融会贯通。他再次踏上木人巷，威风凛凛地走进去，向18个木头人攻击而去。果真不简单，稍加领悟一番，面对木头的攻击，显得游刃有余，内劲大成，一脚便踢飞木头人数丈。在木头人的连番攻击下，方世玉依旧显得轻松自如，拳拳带劲，丝毫没有前一次的慌乱。应对木头人攻击而来的拳头和脚，依旧辗转自如，丝毫没有打不过的迹象。眼见众多拳头轰击而来，内劲一发，瞬间木头人被双掌击飞。凭借着巧妙的身法，堪堪躲过木头人的攻击。一招壁虎功爬上木桩，一个空中筋斗跃到木头人身前，出其不意把木头给拧下来，接着把木头踢向其他的木头人。思考一阵后，避开攻击而来的木头人，把木屑夹在2指，插向木头的头和手，瞬间让木头人寸步难行。再使出8卦连环掌打的木头人毫无还手之力。接下来的木头人，他丝毫不惧，信心满满，见招拆招，毫无压力而然，抵抗数十招不落下风。紧着一招连环穿心脚，使一众木头人纷纷倒下。最后一个木头人如同鸭子般奔跑而来，方世玉内劲一蓄，一拳把木头人化为粉碎。随即走向青铜鼎，双掌内力一蓄，抱向滚烫的鼎炉，忍着疼痛，慢慢地抱起炉鼎，同时2只手烙上左青龙右白虎之纹，成功地闯过了木人巷。所以喜欢他，是因为他的功夫不同一般。你看你这一路上身披如此重的镣铐，尚且能健步如飞，功力非凡。卓灵询问方世玉是什么时候感觉身上的镣铐变轻的，可方世玉根本不知道之前所戴的镣铐是黄金所制造，所以他也不清楚自己是何时觉得这副镣铐开始变轻的。卓灵没想到自己现出自己的初吻，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。卓灵，你不但献了初吻，还1分钱都没有收到，真是蠢啊蠢啊！与此同时，三阿哥为了尽快拿到方世玉身上的黄金镣铐，他让手下徐彪趁夜潜入方家库房，将黄金镣铐给偷回来。可无论玄镜这个大和尚用刀怎么试，都证明这只是一副普通的铁质镣铐。玄镜怀疑是方世玉把黄金镣铐调包了，眼下只能先等他回到南少林再做打算。三阿哥却急得暴跳如雷，尽显担忧之色，因为他早些时候就已经飞鸽传书，向皇上提前汇报抢功了。如今没了这副黄金镣铐，自己一时间也凑不到这么多黄金。如果让皇上知道此事，定会被判个欺君之罪。